你知道吗？就在上个月，美国终于撕下了那张虚伪的笑脸，他们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所有进口晶片开出了一刀见血的惩罚性关税100%。没错，一颗原本100美元的晶片进入美国市场，瞬间变成200美元。表面上是为了保护本土制造，但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逼台湾交出技术主导权。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就在全球哗然的那一刻，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狠狠地说出一句让华盛顿炸锅的话：我们绝不会把最先进的2纳米制程完全交给美国。全场静默3秒，然后掌声响起。那不是政治宣言，而是台湾科技命脉的宣言。华盛顿当然怒了，美国商务部立刻召见台积电驻美代表，威胁说：你要么交出技术，要么失去补贴。台积电冷冷回应：我们可以配合政策，但不会出卖台湾的未来。这一刻，全世界都明白，这不再是一场商业合作，而是一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技术勒索。美国打的算盘很简单，利用市场准入这把刀，逼全球半导体公司在它的领土上交出灵魂。看似理直气壮，其实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阳谋。你想卖晶片？行，把工厂搬来美国。你不搬，那就加倍关税。全球化的面纱就这样被撕得粉碎。但最讽刺的是，这一幕3年前张忠谋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位被誉为半导体教父的男人，当年在演讲中淡淡地说了一句：美国想要台湾的技术，但他们付不起代价。那时候很多人以为他在夸张，现在事实一一印证，亚利桑那的台积电工厂成了一个烧钱的无底洞，成本比台湾高出1倍不止。工人不够，法规太多，文化冲突更是层出不穷。你能想象吗？台积电为了在美国制造晶片，竟然要从台湾用货轮运输硫酸，这种基本化学原料在美国的价格是台湾的5倍，连维修机器都成问题。在台湾凌晨1点坏了，2点工程师就到了。在美国，请等到明早9点上班时间。你说这怎么竞争？美国人最爱讲制造业复兴，可他们忘了半导体不是钢铁厂。在亚利桑那那座超级晶圆厂里，台积电从建厂到环评，光是文件就多达几千页，每一条规定都得过关，每一个审批都得排队。有人笑说，台积电在美国学到的最重要技能，不是技术转移，而是如何在官僚体系中生存。你知道台积电为了配合美国的法律，内部居然制定了18000条规则，比某些国家的法律条文还多。这就是现实。美国一边骂别人官僚，一边在自家盖出世界上最复杂的官僚迷宫。还有一个更荒谬的事实，缺水。半导体制造需要大量纯水，一座晶圆厂的用水量相当于5万人城市，而亚利桑那州是全美最干旱的地区之一。台积电为了不被抗议团体围攻，砸了10亿美元建水回收系统，硬是把回收率做到 95%。 即便如此，还是消耗凤凰城 10% 的水资源。有人问，为什么在台湾就没这个问题？答案很简单，台湾有完整的工业用水体系，完善的基础设施，还有一整套为科技产业量身打造的政策支持，这才是真正的护国生态。不是靠补贴，而是靠系统。但就在台积电与美国僵持不下的同时，韩国人出手了。三星突然宣布，他们要在德州建造全球最先进的2纳米晶圆厂，而且还签下了特斯拉高达165亿美元的订单。这一招打得漂亮，不是比技术，而是比政治正确。美国政府看的眼睛都亮了，因为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晶片不一定是最先进的，而是能在美国土地上生产的。三星靠这一手，成功让美国政策的重心从谁的技术最好，转向了谁愿意在美国制造，这叫战略。更狠的是，马斯克亲自站台，公开表示要到德州督战。那画面你可以想象，世界首富穿着工作服，在生产线跟工程师并肩作战，媒体全程直播，美国爱国情绪瞬间燃爆。三星赢的不只是订单，赢的是话语权。而台积电呢？外界都以为他们会急，毕竟165亿美元的单子，谁不心动？可魏哲嘉一句话震撼业界：我们不会被对手的行销手段影响，技术领先才是王道。这听起来淡淡的，其实藏着很劲。台积电不是不想抢单，
而是根本不屑抢，他们要守的是长期主导权。因为这家公司深知，当别人忙着跟美国套关系，忙着在政治舞台上刷存在感时，台积电要做的是让技术永远领先2代。所以当大家的目光都盯着美国时，台积电在日本悄悄落下了一颗王炸——熊本工厂。这座工厂不大，却意义非凡。它的建设速度惊人，不到2年，2024年底就顺利投产。最关键的是，这是台积电主动的合作。在美国，台积电是被迫的技术输出者；在日本，台积电是受尊敬的战略伙伴。日本政府不仅给补贴，还主动帮忙协调用地、解决法规，连索尼、丰田都入股。客户不再只是客户，是共同命运体。这就是差别。在美国，你是房客；在日本，你是股东。熊本模式的成功不是运气，它的关键在3个字：互相成就。第一，日本政府真心扶持，不是政治表演，而是配合产业的系统政策。第二，合作企业高度互信，索尼、丰田直接入股，从一开始就锁定长期需求，不怕订单不稳。第三，专注成熟制程，不是追最炫的2纳米、3纳米，而是掌握汽车晶片、感光元件这些日本最强的领域。结果，熊本厂一开，订单满到排队。日本媒体甚至称它为令和时代的奇迹工厂。台积电在日本不只是赚钱，而是赢得了一种战略尊重。当然，美国不甘心，他们还有最后的底牌——英特尔，这家曾经的半导体霸主，高喊要重夺制造荣耀，拿了美国政府89亿美元补贴，要在俄亥俄州建超级晶圆厂，口号喊得震天响。结果呢？项目延期5年，从2025一路拖到2030，这不是戏剧，是现实。美国政府烧钱，英特尔烧梦想。他们以为砸钱就能追上台积电，却发现半导体不是烧钱游戏，而是一场时间与经验的复利竞赛。你知道吗？英特尔为了追赶台积电，买下了全球最贵的光刻机，一台3.8亿美元。这设备号称科技界的法拉利，但问题是，买得起不代表用得好。台积电早就说过，技术领先不是靠设备，而是靠良率。同样的机器，台积电能做出稳定量产的高良率晶片，英特尔却可能做出一堆废片。为什么？因为背后差的是几十年的工艺积累、管理经验、流程优化、供应链协同，这些钱买不到。于是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2025年9月25日，路透社爆料，英特尔主动接触台积电，寻求合作。你没听错，这个曾经的全球霸主要向台积电低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世界半导体的权力中心正式从美国转移到了台湾。张忠谋当年的那句话再次被印证，技术领先才是真正的护国之道。可就在台湾赢下这场战略对决时，一个更隐蔽、更致命的危机正在逼近人才流失。美国、日本、欧洲都在疯狂挖台湾工程师。台湾半导体产业的人才缺口已经突破34000人。美国开出3倍薪水、全家移民方案、子女教育补贴；日本提供终身雇佣制度和企业住房；欧洲甚至打包机票直接帮你搬家。这些人一走就再也回不来，因为他们带走的不只是经验，还有30年积累的隐性知识。有个真实案例，一位在台积电工作20年的资深工程师被亚利桑那工厂挖走。在台湾，他年薪500万台币；在美国，薪资翻倍到1000万，再加上豪宅、医疗、学费全包。他犹豫了3天，最后签约。离开时，他说了一句让人心酸的话：“我爱台湾，但我的孩子得活下去。”这不是背叛，这是现实。当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被迫在情感与生计之间做选择，那才是真正的危机。美国知道自己培养不了台积电那样的人，所以他们干脆用更聪明的方式，把台湾的工程师整批搬过去。他们在硅谷、西雅图设立台湾工程师社区，提供语言培训、生活协助，甚至文化导师。有的公司还直接在台湾办即签即飞活动。这不是招聘，是人才掠夺战。未来5年，美国半导体产业预计缺口67000人。台湾的工程师正成为各国抢夺的头号目标。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里，真正的上帝不是哪个国家，而是一家荷兰公司 ASML。
它是全球唯一能生产最先进光刻机的厂商，全世界的半导体公司都得向它低头。一台机器要价3.8亿美元，比一架 F-35战机还贵，而这家公司只对信任的客户供货。什么叫信任？意味着政治、盟友、战略利益。美国逼 ASML 限制出口，不准把最新设备卖给亚洲某些国家。但你知道最吊诡的是什么吗？台积电是 ASML 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客户，这意味着美国想要的机器要靠台积电的关系才能拿到。这不是玩笑，这是地缘现实。美国打压中国的同时，也绑死了自己。ASML 不能得罪美国，也不能失去台积电。结果呢？这家荷兰公司成为了夹缝中的仲裁者，全世界的技术流向都要经过它的一道门。台积电当然看懂了这个格局，它不再把所有筹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相反，它开始建立一个全新的布局——一国三制。什么意思？美国厂负责政治，日本厂负责合作，台湾厂负责创新。美国那边满足拜登政府制造回流的面子，日本这边收获稳定的战略盟友，台湾本土则紧紧守住核心研发与最关键的制程，这叫战略平衡，配合你的政治需求，但绝不交出灵魂。表面上，美国拿到了晶圆厂，实际上最先进的2纳米良率、核心设备调教、生产参数，全都还在新竹。魏哲家说过一句话：我们不是抗拒合作，但必须由台湾保有技术主导权。这句话比任何外交辞令都更有力量。它不是拒绝，而是智慧的防守。当美国、韩国、日本纷纷筑墙，一个事实越来越清晰：那个以效率为主的全球化时代已经死了。现在进入的是一个以国家安全为优先的新世界。晶片不再只是科技产品，而是战略武器。谁掌握晶片，谁就掌握了未来。AI 需要晶片，自动驾驶需要晶片，5G、卫星通信、军事雷达，统统离不开晶片。这就是为什么各国宁愿烧钱赔本内斗，也要搞所谓本土制造。但问题是，制造晶片不是盖房子，它需要几十年沉淀的隐形工程体系，上千家供应商，数十万流程参数，数百万次事务。这不是政策能催出来的，是累积出来的。而全世界能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只有台湾。所以，当有人说台积电只是公司时，他们根本不懂。台积电不是企业，是国家的盾牌。它的存在让台湾有了与世界谈判的筹码。没有台积电，苹果、辉达、特斯拉统统停摆。这就是软实力，这才是真正的护国神山。但护国也意味着代价：人才外流、成本压力、地缘威胁。这一切都在侵蚀台湾的技术护城河。根据2025年的数据，台湾半导体产业的人才缺口已突破34000人。美国以3倍薪资疯狂挖角，若不持续强化教育体系与留才政策，再强的技术也可能被掏空。你看，美国挖人，欧洲建厂，日本出资，所有人都在抢台湾的血液。所以台积电在技术上赢了，但在人才上，台湾不能输。各位想想看，这一切到底是谁赢了？美国，他们烧了上千亿美元，结果连一座晶圆厂都盖不顺。韩国，他们的工厂建起来了，却要仰赖特斯拉的订单续命。日本，他们聪明，但仍得靠台积电带路。而台湾呢，在夹缝中生存，却凭智慧让所有强国都离不开自己。这就是台湾真正的实力，不是喊口号，而是靠实力说话。张忠谋当年说，技术领先才是王道。现在我们知道，那不仅是半导体的真理，也是台湾的生存法则。未来几年，台积电还会面对更强的压力，美国会继续施压，韩国会趁虚而入，中国大陆会加快追赶。但有一点不会变，技术在台湾世界就得看台湾的脸色。所以我想问你，如果有一天美国再次要求台积电技术共享，你希望他们答应吗？还是像现在一样挺住压力，守住台湾最后的底线？这个答案或许决定的不只是台积电的未来，而是整个台湾的命运。